朋友们，大家好。上周六晚间，也就是6月21号那天，数百万人在法国各地的街头参与世界音乐节的庆祝活动。法国当局称，巴黎出现了空前人潮。活动当天，音乐人在法国巴黎街头、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向市民提供免费表演，展现音乐的多元、包容和共享精神。但在活动开始前，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呼吁将女性作为攻击目标的贴文。法国内政部表示，全法国共有145名受害者报警称遭不明人士针刺受伤，其中巴黎警方通报了13起案件。这是否是一起蓄意攻击事件尚不清楚。在相隔上千公里的法国，无数地点都报告了相同的现象。众多女性和少数年轻男性在歌舞升平的人群中，突然感到身体的某个地方传来刺痛，一般是大腿呀、屁股啊，或者是手臂，紧接着便开始恶心呕吐，有时甚至会短暂失去意识。事后，他们普遍出现肢体麻木、视线模糊、双腿发软或喉咙疼痛等症状。法国内政部表示，部分受害者已送医院接受毒物检测，有14名活动参与者伤势严重，其中一名17岁少年，他的下腹遭刺伤后坐在街头，已送医治疗。人们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他们被针扎，是为了下迷奸药，还是传播 HIV 病毒，也就是艾滋病毒。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已有12名嫌疑人被捕。除了上述嫌疑人外，全法国在音乐节期间还有超过370人因各类指控被拘留，其中巴黎地区就有近90名。另外13名执法人员也受伤。但是被针刺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啊，往年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受害者首次报告在夜店呀，也就是 disco 音乐会或海滩派对上突然感到被刺伤。尽管因此出现了大量报案和逮捕行动，但调查最终无果而终，既没有确凿证据，作案动机也始终不明。大多数涉案的年轻男性最终都被无罪释放。朋友们，以前我经常讲，在欧洲最好少去那些人员密集的地方，或者最好不去。比如说德国现在越来越乱，神经病真的不少。德国还经常出现持刀砍人致死的事件，所以没事真的不要扎堆。反正我觉得现在德国的城市，它的治安真的比以前差了很多。法国发生的此类不明人士蓄意毒针刺伤人的事件，其实已经很严重，但是揪出凶手不容易啊。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很多西方国家，摄像头不足，这是西方人过分强调什么隐私啊、傲慢的自我反噬。另外，从视频画面看，法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是说狭义上的法国人越来越少，而某些特定宗教及特定地区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文化也不同，受教育程度也不同，导致无法很好融入欧洲这个主流社会。再加上法国去工业化、后新冠疫情的影响、俄乌战争、能源危机等等原因，导致在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人口中那些有移民背景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比例还是挺高的。他们当中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渐渐的就会对法国社会产生不满情绪，有怨气，有戾气，于是千方百计找借口来报复法国社会。德国也一样啊，德国大量涌现的持刀无差别砍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图片报的一些网民评论，看看网民们是怎么说的呢？比如说第一条评论，这场全面崩溃将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法兰西啊，这个曾经伟大而美丽的国度，你究竟怎么了？继续往下，这还算是法国吗？要不了多久，伊斯兰教宣礼员的声音就会从埃菲尔铁塔上响彻整个巴黎了。再往下，我眼前所见的绝不可能是法国，这到底是哪儿？非洲的冈比亚吗？下一则，这是非洲，不是法国。继续往下，
这位网民一语双关，他用了黑色，或者也可以翻译成黑暗的这个德语词，其实他是暗指太多黑人了。他说我也预见欧洲未来一片黑暗，也就是说他也预见欧洲今后全是黑人。再往下，法国不如说是新非洲，根本就是非洲 2.0， 救命啊不要。下一则，这就是把宽容和开放搞过头的下场。继续往下，关闭欧盟边境。再往下，不知怎的，我看到的99%都不是法国人，更像是相反的情况。柏林的印度加尔各答还是非洲，致所有女性，这对你们来说可真是美妙的文化馈赠啊！下一则，法兰西已沦陷。继续往下，法国为时已晚，15、20年后的德国也将步其后尘。好朋友们，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吐槽法兰西已不是法兰西了，欧洲变成了非洲。朋友们，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差不多10年前，德国也出现了性骚扰女性的群体性事件。那是2015年12月31日，在德国科隆的出席跨年夜庆祝活动中，人潮汹涌，大量北非及中东移民年轻人出动，在科隆火车站及科隆大教堂一带疯狂对女性伸出咸猪手，甚至有的女性被性侵。注意啊，光天化日之下，在公众之下被性侵。这个宗教的年轻人一般来说啊，他们结婚前是不准靠近女人的，所以他们一个个都饿狼一般的扑向那些不戴头巾的、穿着性感的欧洲女性。他们趁机拨乱，反正法不责众，加上德国法律对此类行为处罚较轻，导致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后续统计结果显示，警方共收到约1200起刑事报案，其中近一半是涉及性犯罪。经调查锁定290名嫌疑人，最终37人被定罪，包括2起强制性交案和1起猥亵案。你们知道科隆市长对此事是怎么说的吗？她是个绿党籍的女市长，她是这样说的：如果大家都保持前后1个手臂的距离，就可以避免性侵了。呵呵，这么脑残的安全措施，天下无敌。顺便说一下，2015年10月份，在一起竞选拉票活动中，她也就是科隆这个女市长，被一名失业者用刀捅成了重伤，差点丢了她的性命。好，我们回到科隆2015年跨年夜女性被群体性侵的事件，当时也是全球头条新闻，因为这太离谱了。那么朋友们，10年之后，德国的情况有所改观吗？答案是 no。而且如果没有铁腕，怎么可能改观呢？不恶化就不错了。好，现在夏天到了，德国各地的公共泳池先后开放。几年来，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在柏林，当地公共泳池经常出现群体斗殴、调戏妇女的现象，所以有关部门只能花巨资请安保公司派人到现场维持秩序。注意啊，派安保人员到公共泳池去维持秩序。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是2023年9月11日德国柏林信使报的报道，它的标题就很耸人听闻：暴力事件创新高，柏林露天泳池安保花费数百万欧元，暴力事件代价惊人。2023年，柏林部分露天泳池成为暴力事件重灾区，当局不得不增派大量安保人员，而这花费了巨额资金。这里有一条2024年的令人啧舌的新闻：柏林一公共泳池爆出安保人员非法出售泳池门票的丑闻，他们偷偷收现金卖门票，据为己有。你们看，本来啊他们是来维持秩序的，但是却干着非法的勾当，真的是很讽刺。朋友们，同样是2024年，德国国家电视1台又报道了公共泳池乱象。视频监控及加高围栏，柏林斥资数百万欧元提升泳池安保。
增设高围栏，安装监控摄像头，实行身份核验。在接连发生暴力事件后，柏林各露天泳池今年夏天，也就是2024年夏天，斥资数百万欧元实施全新安保方案，但部分工作人员仍感到忧心忡忡。朋友们，这是这个月，也就是2025年6月，德国《世界报》的报道，柏林露天泳池出动100人警队维持治安。我们可以看到，网民反响真的非常激烈，因为有1000多条评论。好的，朋友们，你看，这就是目前在欧洲，比如说前面我们谈到的法国，它的音乐节出现这种群体性的毒针刺伤人的事件，而且还没有真正的抓到人啊，而且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毒针啊，这非常的危险。然后呢，我们提到10年前德国这个科隆跨年夜的时候，众多女性被性侵的事件，以及现在比如说在德国一些城市的公共泳池要派出数百人或者上百人的安保人员到现场维持秩序，你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欧洲这个治安有多差。说来说去还是欧洲人，因为他们的极左，他们的包容，无节制的接收一些所谓的难民，现在你看他们被反噬了吧？好的，朋友们，你们对这些怎么看呢？请在下面留言。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